我很惊讶，我这一对一直在爸爸妈妈的事情上面打转啊。我印象中的门当户对是包括了自身的教育阶级、文化背景啊。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提到，我很惊讶。可是我的亲身经历呢是我有一些留学回来的朋友，他们的社交范围常常会要招待他们在国外所交往的讲英文的人。所以那一桌聚会的时候呢，就是他为了礼貌，他作为主人，他就是跟这些美国朋友们讲英文。那他的另一半没有受过外国教育，没有受过英文教育，所以他没有办法融入这个谈话中。所以大家都惜伴参加的时候呢，他吸的这个伴是整个晚上都坐立不安的，他只能够干笑。他连别人问他说，那你是哪一年生的？用英文问，那他听不懂，只好回答说是啊，就是其实发生这个状况。所以到后来呢，他就只好不惜伴参加了，他就自己参加比较自在一点。事情发生的次数多了呢，他这个伴侣就渐渐觉得被冷落。他的伴侣可能喜欢跟自己另外一群死党一起讲一些粗鲁的题目，不要聊世界大事，不要聊上流社会的事情，不要聊艺术圈的事情，他要讲一些明星的八卦，他要讲这个酒有多好喝，他们只想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不想带他的另一半参加，因为他另一半觉得这些话题很无聊。所以我们所说的门当户对，不必限制在所谓爸爸妈妈那一辈的冲突，而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谈恋爱的时候一切都很浪漫，对，结了婚之后，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的相处，都意味着你们会越走越远，还是越走越近。夫妻为什么爱得那么的热烈，可是结婚之后会渐渐的关系变冷淡呢？那是因为他们能够交换的话题越来越少。所以很多夫妻不是不爱对方了，是他们的社交圈无法融入。这是你想想看，你们如果25岁结婚，然后你要到75岁，这50年当中，真是算数不错哈，就是50年当中，你们要营造多少能够沟通的话题，这个婚姻才能够维持得下去。如果双方各交各的朋友圈，会维持得非常辛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是不要往爸爸妈妈那一方面延展，而要往儿女方面这一方延展。你们结了婚之后，要教育小孩，你们教育小孩的理念来自什么东西？来自你自身的教育背景。你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你会怎么样教育你的小孩？如果你跟你的伴侣对于教育小孩的态度天差地远，你们会教得很痛苦。所以我认为的门当户对根本不用往爸爸妈妈身上扯，就往你们身上扯，往你们的下一代身上扯，就够你们头痛了。这是我希望提醒你们的事情。你们再不加油，就我来跟蔡老师辩论了。就直接吧，就直接。让我说，让他们先来。不是，其实刚才呢，康永老师说了那么多婚姻会出现的问题，其实就算我们门当户对，我们也会出现。他只是套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帽子，就好像刚才说我们说门当户对，有一种情况叫寒门出贵子，有一种情况叫做书香门第，这两个门不当户不对吧？那他们可能教育背景什么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思想可能也在同样的一个高度。但是就是因为门不当户不对，难道你要阻止他们的结合吗？小松吧。OK，康永哥说的那些我也经历过，对，我见到过很多一开始不能讲英文的，但是因为相爱，1年以后我吓一跳，他真的，我还见到我在摄影，我自己的摄影师娶了一个 BBC 的记者，BBC 记者是个英国人，一开始他确实很尴尬，你说的很对，但是他迅速的努力，这些都是爱情是最重要的，这些都是能逾越的。1年以后去的时候，他在那儿谈笑风生，在那里，那如果两个人没有这种真正的相爱，愿意融进对方，即使受过共同教育背景，教育背景越一样，打得越厉害。是吧？俩人都是博士，可了不得了。在这儿说，这客人还没说话，这客人刚说一话题，这个夫妻俩打起来了。说，哎，我也是博士啊！我告诉你，你这事儿不能这样。所以高晓松，我跟你讲，我们辩论的立场并不是认为门当户对这件事情摆在爱情之上。我们的立场是，当爱情同样的时候，我们比较愿意考虑门当户对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是要在天平上面放说你要了门当户对，你就没有爱情。辩论题目不是这样定。不是啊，所以我们辩题目是当我们都有爱情的时候，门当户对重不重要？我们这一方也没有反对门当户对，我们是说爱情。所以你不要再拿每个领域都有王八蛋真心来讲，全世界到处都是王八蛋，所以不能拿这个东西再当理由。好，我们让香香说一说，但是希望她根本不会干扰到你，他只是在发表他的见解。我希望我干扰到他们，
我觉得婚姻也好，爱情也好，不要太在乎门当户对，因为婚姻的不幸，还有爱情的不甜蜜，来源于很多的原因，不仅仅是门当户对。比如我们刚刚说的教育的背景的问题，还有两个人是不是够相爱，能不能经得起一些考验。比如说类似于我们上一期发生的什么爱上朋友的朋友了，这种事情太多了。那不仅仅是单一的归结为是不是门当户对的问题。刚才你们讲的一些什么父母之间发生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好像是我小的时候看的一些童话小说里的一些有钱人家里的那个妈妈就是那个样子，很瞧不起普通人呐、很刁蛮呐、等等。然后普通人呢，平民呢，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低人三等的感觉。我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不是这样的去衡量，不简单的用金钱去衡量有很多的方式去衡量你的所谓的门当户对的标准，现在也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相爱的话，真的不要想那么多。如果想的太多的话，也许幸福就从你身边错过了。风靡全球的韩剧里，我们无数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霸道总裁迎娶了女汉子，感动了多少电视机前的家庭主妇；长腿欧巴看中了灰姑娘，让多少少女看到了希望。咔，停！这是不科学的。中国人几千年来都讲究门当户对，结婚不讲究门当户对，不是七仙女就是朱丽叶。最好他们都悲剧了。拜托，我们只知道灰姑娘嫁给了王子，却不知道灰姑娘从此以泪洗面。所以门当户对很重要。文成公主嫁给土方国王松赞干布，那日子过得比小苹果还滋润。不过有人认为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不是门当户对不重要。如果结婚讲究门当户对，就不会有杰克和露丝感天动地的爱情了。如果结婚需要门当户对，灰姑娘戴安娜就不会嫁给查尔斯王子了。总之，门当户对也好，门不当户不对也罢，都有喜剧悲剧。所以诸位看客，你结婚要在乎门当户对这件事儿吗？我呢是长了一张贱人脸，刘思达呢长了一张绿茶婊脸。我们一定要一个阳光正能量的脸，让我们这边看上去不那么恶心。应该上一场也没有怎样啊，就可能他在台上的状态会更好一些。这边是潇潇，好害怕他。潇潇，不懂哎，我是用我自己的节奏，可是他会弄到我很紧张。他不断的在事前已经预警，他会在场上用一种就是一般人会用的语调来呼唤我，或者是叫我，或是不断的挑逗我跟他说话，可能会打乱我本身的节奏。今天晚上可能包括他们都会觉得我一定会用我的撒娇、我的一些小手段、小可爱去搞定如今。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连碰都不会碰他一下，碰都不会碰他一下。具体怎么样，看节目吧。这边是颜如晶和花溪，自由意志选择的是正方，你们认为会在乎。潇潇、刘思达和饼干选择的是不会在乎。哦，好，我们现场100位观众，你们想想，结婚你在乎门当户对这件事吗？来，请按键。我们这时候正在用电脑、正在用 Pad、用手机来收看《奇葩说》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在你们的移动端上来选择你们的立场。然后香香，我想问一下，你跟王岳伦算是门当户对吗？看你怎么看。我觉得他配不上你。我觉得他们俩按身高来说挺门当户对。不，这个门当户对要看你怎么觉得。比如说，你说是衡量这个银行里的存款的数量，还是说爸爸妈妈的工作，对吧？他们的那个出身，还是衡量你的名气大小，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觉得从这几个指标上，他都配不上你。但是我就是爱他呀。啊！我就觉得我特别配呀。被他赚到了。那我想问一下，你看你女儿今年5岁，5岁，对，再过2年她就要结婚了。谁说？真有奇葩！你女儿几岁了？我女儿6岁，已经结了。这么晚才结婚啊？就是，如果她7岁的时候结婚，你会7岁人不可能结婚。作为妈妈，你会在意门当户对这件事吗？其实我觉得作为父母是比较在意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话，其实就无所谓的。啊，自己随便。
不是随便，就是喜欢就行。对，愿意跟他在一起就行，不会管那么多。但是真的反过来说，我现在是 Angela 的妈妈，那我可能站在妈妈的角度，我可能就会想得更多一点。那如果 Angela 选了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她跟你争取说我就是爱，对呀那你是不是就让步了？比如她居然有一天选择了嫁给高晓松的儿子，这简直这无法接受嘛！高晓松有儿子吗？目前还没有，所以你省去一大危险。但是如果他想嫁给的是高晓松本人呢？做梦吧你！你做梦吧你！人家说了，人家就是爱，怎么做办？梦吧你！人家翁帆还嫁给杨振宁了，人家说了就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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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这个显然门不当户不对啊！高晓松肯定不行啊，这样就说吧。哎，你们不能搞混了。我们今天讨论的并不是年龄的差距。高晓松跟他的女儿算是门当户对啊。喂，我觉得可以吧？不行，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吧？不是，年龄相差太大。节目结束之后，你好好想想。那个都已经进入老年时期了，对吧？都快进入老年痴呆了。节目结束之后，你好好想想，跟有人商量一下。咱们继续往下进行。对，这个话题必须都说清楚啊，免得你们断章取义剪成宣传片，那我可受不了啊。不过本来那个你自动放弃吧你。放弃。我们本来就要跟议长大人约好，就是门当户对的意思不包括年龄的差距吧？对，不包括年龄差距，是社会阶级。20嫁给80或者20娶80。不含在门当户对这件事儿，这件事只是门户之见。是。门户之见。我们刚才看一看现场，本来刚才是56票对43票，我们的 Angela 跟高晓松一举例，都变成57票对43票。讨厌。有一个人在乎了。对，有一个人会在乎啊。好，那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要请2位队长来选择。这次先请康永来选。势均力敌。我可以先选吗？对，你可以先选。这次你终于可以先选。哦，太好了。不会在乎。我在上一场已经表达了。连朋友的恋人，只要爱，都冲上去了。你说我会表达我在乎吗？那我跟你作对，我在乎。好，太好了。你不在乎你在乎，我在乎。你在乎吗？不在乎。那我在乎。那我们就从少数的反方开始。潇潇，你请。说真的。刚把这个辩题拿到手上，我看到我们的持方，看到我们双方的选择的时候，我有一些震惊，或者说我有一些心痛，因为那个简单、纯洁的，像白莲花一样的女孩，我的宝贝，如今竟然选择坐到了我的对面。虽然马东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但是现在我不想辩论，因为我觉得你是也要表白吗？没有。我觉得我现在要对一个思想即将误入歧途的少女进行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宝贝，宝贝，你看着我，宝贝，你不要躲，宝贝，宝贝，你看着我，宝贝，你不要害怕，你看着我的眼睛，宝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谈过恋爱？没有，但是我有，我知道爱一个人和被爱是什么样的感觉。当爱情来的那一刻，这个世界真的是无与伦比的美好。宝贝，我相信有一天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男孩，他叫阿明，他没什么钱，但是他非常的爱你。他每天愿意骑车送你上班，他每天愿意亲手为你做你最爱吃的香饼，他甚至每天会把洗脚水端到你的床前。当然，阿明对你们两个的未来也是有想法的，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终于有一天，他攒够了足够的钱，他花掉他所有的积蓄，买了一枚戒指，跪倒在你的面前，对你说：“如今嫁给我吧。”然而这个时候，原来他会用男人声音。你拿起这个戒指，你拿起这个戒指，你突然发现 ，Oh my God， 这个戒指上的钻石竟然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这个时候，你突然意识到，我的妈呀！我跟阿明门不当户不对，我们的价值观也不一样，我们的消费能力也不一样，我们有太多的不同，我们这也不一样，那也不一样。那这条爱的路，
我们要怎么继续走下去？就在你的人生茫然失措的时候，你的父母为你介绍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孩阿凯，你也就为了门当户对这4个字和阿凯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你怎么那么乱呢你？因为有钱，所以任性。阿凯也很爱你，阿凯每天会帮你叫香饼的外卖，他每天会叫司机送你去打工。阿凯知道你爱泡脚，甚至买了一个红外线可以足底按摩的洗脚盆给你。但是这个时候，你已经发现，你再也找不到和阿明当初那种简简单单一起吃苦的幸福了。所以，宝贝，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孩，一点就亮，一拨就透。答应我，做回我心中那朵简单、纯洁的白莲花，好吗？答应我，好吗？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我连碰都不会碰他一下，碰他一下，碰他一下，碰他一下。如今嫁给我吧。谢谢大家。哎，我们得了几票了？刚才是43比57，现在得5票，得7票得7票8票。不对，我乱了，我数学跟倪萍是一样的，你让我算算。将近1个亿吧，现在是。吴京，我知道你想打一打，我也想替你打一打。泼硫酸我都帮你。你请。宝贝，想想阿明。妹妹，往前走。想谁啊？宝贝，阿明好。其实拿到这题目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门当户对应该 care， 因为他觉得我是因为看那个放大镜是吗？放大镜看那个戒指的时候觉得它不够大，所以我不要阿明。可是除了门当户对讲的是什么？是结婚嘛？结婚是2个人的事情吗？是2家人的事情。我喜欢阿明，代表我妈妈喜欢阿明吗？代表我妈妈会喜欢阿明的妈妈，我的爸爸会喜欢阿明的爸爸吗？他们都要在一起啊！只要不，所以你们怎么让我讲？你只要确定你的爸爸不喜欢他的妈妈，而他的妈妈不喜欢你的爸爸，这事儿就好办。你看，大家都没有想过，你结婚不只是你要喜欢对方，你的家人也被迫的在法律上跟他成为了亲家。你们2家人在一起，我没有谈过恋爱，可是我妹妹有。她找了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阿凯，阿凯，这样当然理所当然，我们要去他家吃饭。你知道阿凯的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吗？在马来西亚，为了凸显自己地位高，大家一定很肤浅的把头发弄高。虽然我们头发特高，这时候我妈妈又怕。这样我的头发会不会太低？这种小事情也要先比先，就把头发也弄得很高，啊，都变成辛森一家里边的人了。就如果你看他的头发特高，你就知道哦，贵夫人高贵。我们去他家吃饭，他没有开餐给我们，为什么？因为他说不懂我们的口味。你们贫穷人家吃的他不懂是什么，就干脆不上了。叫我妈头发弄得很高，坐在那边准备吃饭的时候。没有饭吃，然后这时候我们本来要称呼他们嘛，我是一个有礼貌的小孩子，本来我想去称呼他阿姨还是伯母之类的，但是他说我是拿督夫人，哇，华人做到最高的爵位，对，拿督夫人，我是拿督夫人，所以我跟我妈要这样，拿督夫人你好，我不 care， 我妹可以不 care， 可是我妈这样子，拿督夫人你好。这是怎样？我们是去上香啊！
所以你这时候，如果你是我妹妹，或是你是我，你会怎么想？你还想着阿明吗？阿凯吗？你还想着门当？你还想什么？你只会想到你妈妈。为什么他们要去供奉？所以你可以不 care， 可是你要记得，你结婚的，你妈妈、爸爸也要跟他们交往沟通的。如果门不当户不对，要我妈受委屈，我觉得我宁愿选下一个。让我爸妈不会委屈的。选择了阿凯。谢谢我不懂阿凯还是阿明啊？你强加给我的男友。总之，我觉得门当户对这是要考虑的。谢谢。现在这票数是什么结果呀？我方输了是吗？对，现在是这个正方领先69-71，他是从57加到70、71了。是57开始的吗？ 57开始，现在靠近1亿了啊，靠近1亿了。思达还有表白吗？哎，你不要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好不好？我会生气的。那怎么办？怎么办？那说呗。思达，你真的，哎呀，我真的替你操心。你上一轮你要想包浆浩有没有女朋友，这一轮你要想包浆浩他们家是干嘛的？对啊，所以要听好好说啊。就听完这个缠绵悱恻的三角恋故事，我也有在想了。其实我觉得我嘛，之所以会现在落得一个就是房租水电交不起，没有男朋友，而且欠一屁股账的这个境地，完全是因为我咎由自取了。但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如果真的到谈婚论嫁的时候的话，我觉得作为我这种积极努力向上的大众甜心，应该不管是阿明还是阿凯还是那个谁还是。whatever， 就是都配得上吧，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个门当户对这4个字放在几十年之前的话，应该可能还有一点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这个社会，我们放眼望去，一片祥和，岁月静好。那其实我们现在都是本着一种公平交友的原则去自由的恋爱，所以门当户对就是个屁呀！这里的话，我想对我未来的老公说一句：冲哪儿说呢？哎呀，我可以理解，别搞了，别搞了。啊，那我要对我未来老公说一句啊，就是既然我们茫茫人海中选择了对方，要认定跟对方走下去，我也会认真的履行一辈子无论荣华富贵，无论生老病死都你若不理我就不弃的原则。我相信只要我们够爱对方，我会积极的配合你去处理各种各样今后我们将遇到的矛盾。所以说有爱一切都是 anything is OK。然后另外我还要对我未来的公公婆婆说一句，那其实哪怕现在呢我家境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要向二老保证，我一定会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爱你的儿子，疼你的儿子，照顾你的儿子。我一定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我们携手的努力，把我们未来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相信我一定会做得到的。又表白一回，这回去。二老放心，二老放心，一定会好好努力的。你是今天非把这事儿办了吗？还是怎么？那你不管啊，反正我就要这么说。哎，就这样，对，就这样。真不错，你掰回了5票。好，花溪，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他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叫做爱情和结婚。你爱情你 care 不 care 门当户对，我连你 care 不 care 性别我都不在乎，性别物种你都可以不 care。但今天是结婚，我们家如今也说了，结婚是2个家庭的事情。离婚律师大家都看过，其中有一对那个男主和女主我记不得了，但是他们有一个场景，那个男的出轨，结果被抓包了，然后他们几个坐在一张圆桌上吃饭的时候，从农村来的父母坐在那里，家境非常好的2个人坐在那里。他们不是故意趾高气扬，那2个也不是故意卑躬屈膝，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就是直不起腰来。你觉得这种事情怪谁？难道就是真的因为那2个小孩子的爱情值得父母卑躬屈膝吗？值得吗？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结婚要不要 care 门当户对。结婚还有你爸妈的事情，亲家这个东西是唯一一个不靠血缘的法定亲戚，是你帮你父母挑亲人。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结婚要 care 门当户对，就是说在追求浪漫美好的爱情的故事的同时，想一想你的父母啊。好，饼干，首先呢，我要先确定一下花信是男人吗？你是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我们可不确定啊。爱上，比如说像我这样一个男人，我要是爱上了如今，他的父母要告诉我说要求门当户对，那作为我应该怎么做呢？当然就是努力。
再努哎请你力，对对？不要说这种不雅的姿势所以好吗我会继续的去配合他的父母，达到他们的要求。但是你会问，如果作为一个男生的角度，我 care 不 care 门当户对呢？当然我不 care， 为什么？因为我爱一个女人，我就应该去给她最好的东西，我去呵护她，达到她想要的东西。如果当我在口口声声说我爱你的同时，请问你和我门当户对吗？我觉得这个不配做一个男人，他甚至没有资格去谈恋爱。好，你问我是不是一个男人好？大家想一下，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它那不叫爱情，是占有。今天如果如今嫁到他们家去之后，他们家嫌弃如今是个马来人，天天给如今给马来西亚人哪儿嫌弃马来人？自杀，就天天给我们家如今气手，把我们家如今这么可爱一个圆润的小姑娘给气成了一个林黛玉。他还说不，我爱你，你千万不要离开我，死都不跟你离婚，我也不 care 门当户对，这不叫爱，这叫折磨，好不好？花溪，你现在还是一个大学生，说些话别光想着火呀！我跟你说，你还是要随口转发一点正能量嘛，没有错。如果我们的女朋友 care 门当户对，作为男人，我们可以去努力。但是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要求你的女朋友说，哎，我不能跟你结婚。因为你爹妈没有达到我的标准，你是一个男人说得出来这话吗？现在有多少看节目的女生对你讲爱而不敢爱，仅仅是因为你说了你们的父母达不到我们家的标准。Be a man，OK？、好，如晶，不是你的爹妈达不到他的家的标准，是我也有爹妈，你只想到你爸爸的妈妈，我的三个人爸爸妈怎么这么乱？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总爱用我来做例直接站起子来。说。我也有爸妈，如果我爸妈不喜欢你爸妈，难道我叫他爱上你的爸妈吗？你叫他，我会跟我爸爸说，你做个男人可以吗？怎么看不起别人？真心而且做不到。好像饼干说的嘛，他要努力。我们看不起的，哎，不是我们啊，我没有啊。看不起的可能是不只是饼干，还有他整个家境。这时候他爸爸70岁了，他还要努力让他的媳妇的爸爸妈妈看得起他。饼干，你的爸爸70岁了，你这样子对他，你说你为了女人，这样他又要忍哦。所以我今天不是不要传递正能量，我是告诉你，在你想着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想一下养你的爸爸妈妈。刘思达，但我想很现实的问现场的各位女生朋友们，如果说你们的爱人跟你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他突然告诉你 ，Oh my God， 亲爱的，我不能跟你结婚，因为你们家的银行户头上比我们家少了几个零。所以你们这样的男人敢不敢要？你们觉得就说一句，这样的男人你们还敢不敢要？这是因为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瞎了狗眼爱错了人？这是好，如说，晶，你稍等一下，来，如晶，你稍等一下，关于刘思达的问题，包浆浩。包浆浩，你先想清楚，你是屁股决定脑袋还是脑袋决定屁股啊？作为一个有素养的辩手，必须告诉大家，我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他们从头到尾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叫真爱无敌。你凭什么阻止我啊？哇，这个爱情的天雷勾地火太可怕了，所以一切东西要为了让步。反过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今天你爸妈在想给你创造更优越环境的时候，非常辛苦打拼，你告诉我他们凭什么这么辛苦？到头来你要选择跟谁结婚了，很有可能面临的是你爸妈还要在他们的亲家面前继续低头，继续叫他们什么博都夫人，继续要把头发梳得高高的。哎呀，我头发比较高啊。那在这样的时候，你选择你结婚对象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在乎他们？这才是我真正想问凭什么的地方。我来替我方先说2句重要的话，因为我怕耽误时间，在这中间，我先把一个重要的方向说清楚。这一方一直在说，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所以碰见了的人，碰见了一个极了的拿督夫人，啊，所以非常生气，碰见了一个极了的对方的父母，但是实际上，门当户对的对双方父母里人的比例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自己生在一个，当然大家说哦，我生在一个很高的家庭里，我见过这样的家庭互相的婚姻里边，那个极了，双方都是大学校长，双方都是大教授，哎呦，那里边那互相的看不上对方等等。我也见过双方都是屌丝的家庭，最后为了让你们家办辆车，这个婚礼到底谁出半拉钱，门当户对啊，都是屌丝啊，打作一团，所以绝不能偷换概念说。哦，就是因为我碰见了门不当户不对的里边那个人，所以门当户对是对的。门当户对里的对方的比例跟门不当户不对是一模一样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爱不爱，这两个人坚定的爱，两边父母都会妥协，这两边父母都会尊敬对方。
为什么尊敬对方父母？因为我爱的是我的孩子，只要你们真心相爱，我们就会尊重对方的父母。如果你们俩上来就告诉我说，为了门当户对，我们要跟对方跑，我们不是为了爱情，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门当户对。父母还说了，我就没见过正好准的门当户对。我小的时候，对，真的是。教授还分1教授、2一教授呢。我小时候谈恋爱，我妈还给人写封信，说你们家这教授没有我们家这教授高，可不是吗？气得我要死。所以没有准的门当户对。所以刚刚讲的是令堂大人的故事啊。啊，没，我妈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妈那时候脾气比较大。我就是说，不，所有的人的比例是一样的，就看你们俩相爱不相爱，好吧？好，小松的结论就是全是王八蛋。马薇薇啊，高老师，我特别不服你这点，你知道吗？什么意思？我们这边从头到尾说的都不是门不当户不对的人性格差距会特别大，不会。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什么意思呢？哪个阶层都有相应比例的王八蛋，他们百花齐放，种类各异。好，我们说的是。我们尽管王八蛋跟王八蛋相遇的时候，如果地位匹配，大家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和歧视能力是一样的。什么意思？歧视能力。你有钱，我有势，我看不起你只有钱，我看不起你只有势，所以大家撕起来的时候势均力敌，你知道吗？我爸妈不会因为我资源特别少而卑躬屈膝。可是我们可怜的如今，像白莲花一样的如今，给别人不知道你使那么大劲儿拍人家，为了不知道你们那个阿凯还是阿明，莫名其妙的要去给人家上香。最惨的不是那个拿督夫人是个坏人，是她真的是拿督夫人，明白吗？她就算人品超好，她高贵冷艳。他妈妈还是要去上香，因为这就是社会地位决定的，跟人品没关。我说句不好听的，假设我有小孩，假设我小孩那么幸运能够跟李湘女士的小孩在一起，不好意思连累一下你 ，OK？ 好，李湘女士人超好，对不对？你们家也不会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可是说实话，我跟他社会地位的差距。不管他人多好，我天然见他矮3分。这是跟性格、跟人品、跟王八蛋种类无关的。高老师，你扭曲的才是这个社会赤裸裸的现实。是你扭曲，是你觉得你就比人矮3分。对，没有多少人像你一样，为什么就比李湘矮3分呢？我跟你讲，这是控制不了的事儿。是你控制不了。大部分人心理素质没你那么过硬。不是，马薇薇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刚刚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个2个相爱的人在结婚，感觉是2个人相爱是2家在打架，就是来拼。我们家有钱，你们家有势啊，我们家怎么样？其实他其实最单纯的，我觉得特别认同这个小松的说法，就父母永远是包容孩子的，只要你幸福你快乐，我愿意忍。那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地位悬殊的问题，那可能家境比较好的人，他愿意把女儿嫁到你们家里去，他也是在一种忍，他只要2个小孩幸福就可以，那你们家有什么不可以忍的呢？所以就没有必要在结婚的时候或者2家见面的时候什么又有什么上香啦，又什么来这一招，我觉得那只能说明2个小孩还不够爱，还不够爱。说得好。我特别开心，我们的奇葩说是90后大部分人看的节目。我觉得作为90后的年轻人的我们呀，还是要稍微注重一下浪漫的。毕竟我们这么年轻，如果一上来就非常世俗的一定要门当户对的话，我觉得我们心里面的一点点已经死了，所以也不应该是太过分关注。如果要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呢，门当户对其实对社会进步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在过去，比如说非常强大的罗马社会，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它明令禁止，不允许阻止贵族和平民间的结合，所以这个社会就强大了。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在强大，是因为我们在把这个去掉。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吧，如果真的要门当户对的结婚的话，那周杰伦应该娶的是蔡依林，而现在周杰伦娶的是昆凌，对吧？所以我对门当户对就用蔡依林的歌词来去总结，就是呸啊！好，谢谢。哎，等一下，
等一下，为什么蔡依林哪波的？不是为什么蔡依林是门当户对，而昆凌不是门当户对？你的这个门当户对的标准是什么？对，这个标准肯定就没有完了。我觉得就是按名声来讲的话，他们两个是比较在一起的，对吧？如果这么去讲，那你的意思，李湘跟王彦伦就不门当户对了？没有额外影射，没有额外影射。很多东西可能是你看不见的。对，我真不理解。对，你看不见的。对。我很惊讶，我这一对一直在爸爸妈妈的事情上面打转啊。我印象中的门当户对是包括了自身的教育阶级、文化背景啊。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提到，我很惊讶。可是我的亲身经历呢是我有一些留学回来的朋友，他们的社交范围常常会要招待他们在国外所交往的讲英文的人。所以那一桌聚会的时候呢，就是他为了礼貌，他作为主人，他就是跟这些美国朋友们讲英文。那他的另一半没有受过外国教育，没有受过英文教育，所以他没有办法融入这个谈话中。所以大家都惜伴参加的时候呢，他惜的这个伴是整个晚上都坐立不安的，他只能够干笑。他连别人问他说，那你是哪一年生的？用英文问，那他听不懂，只好回答说是啊，就是其实发生这个状况。所以到后来呢，他就只好不惜伴参加了，他就自己参加比较自在一点。事情发生的次数多了呢，他这个伴侣就渐渐觉得被冷落。他的伴侣可能喜欢跟自己另外一群死党一起讲一些粗鲁的题目，不要聊世界大事，不要聊上流社会的事情，不要聊艺术圈的事情。他要讲一些明星的八卦，他要讲这个酒有多好喝，他们只想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不想带他的另一半参加，因为他另一半觉得这些话题很无聊。所以我们所说的门当户对，不必限制在所谓爸爸妈妈那一辈的冲突，而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谈恋爱的时候一切都很浪漫，对，结了婚之后，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的相处都意味着你们会越走越远，还是越走越近。夫妻为什么爱得那么的热烈，可是结婚之后会渐渐的关系变冷淡呢？那是因为他们能够交换的话题越来越少。所以很多夫妻不是不爱对方了，是他们的社交圈无法融入。这是你想想看，你们如果25岁结婚，然后你要到75岁，这50年当中，真是算数不错哈，就是50年当中，你们要营造多少能够沟通的话题，这个婚姻才能够维持得下去。如果双方各交各的朋友圈，会维持得非常辛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是不要往爸爸妈妈那一方面延展，而要往儿女方面这一方延展。你们结了婚之后要教育小孩，你们教育小孩的理念来自什么东西？来自你自身的教育背景。你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你会怎么样教育你的小孩？如果你跟你的伴侣对于教育小孩的态度天差地远，你们会教得很痛苦。所以我认为的门当户对根本不用往爸爸妈妈身上扯，就往你们身上扯，往你们的下一代身上扯，就够你们头痛了。这是我希望提醒你们的事情。你们再不加油，就我来跟蔡老师辩论了。就直接吧，就直接。让我说，让我说。让他们先来。不是，其实刚才呢，康永老师说了那么多婚姻会出现的问题，其实就算我们门当户对，我们也会出现。他只是套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帽子，就好像刚才说我们说门当户对，有一种情况叫寒门出贵子，有一种情况叫做书香门第，这两个门不当户不对吧？那他们可能教育背景什么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思想可能也在同样的一个高度。但是就是因为门不当户不对，难道你要阻止他们的结合吗？小松吧。OK， 康永哥说的那些我也经历过，对，我见到过很多一开始不能讲英文的，但是因为相爱，1年以后我吓一跳，他真的，我还见到我在摄影，我自己的摄影师娶了一个 BBC 的记者，BBC 记者是个英国人，一开始他确实很尴尬，你说的很对，但是他迅速的努力，这些都是爱情是最重要的，这些都是能逾越的。1年以后去的时候，他在那谈笑风生，在那里。那如果两个人没有这种真正的相爱，愿意融进对方，即使受过共同教育背景，教育背景越一样，打得越厉害，是吧？俩人都是博士，可了不得了。在这儿说，这客人还没说话，这客人刚说一话题，这个夫妻俩打起来了，说哎，我也是博士啊。我告诉你，你这事儿不能这样。所以高晓松，我跟你讲，我们辩论的立场并不是认为门当户对这件事情摆在爱情之上。我们的立场是，当爱情同样的时候，我们比较愿意考虑门当户对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不是要在天平上面放说你要了门当户对，你就没有爱情。辩论题目不是这样定，不是啊，所以我们辩题目是当我们都有爱情的时候，门当户对重不重要？我们这一方也没有反对门当户对，我们是说爱情。所以你不要再拿每个领域都有王八蛋真心来讲，全世界到处都是王八蛋，所以不能拿这个东西再当理由。好，我们让香香说一说，但是希望她根本不会干扰到你，她只是在发表她的见解。我希望我干扰到他们，好不好？啊，我觉得婚姻也好，爱情也好，不要太在乎门当户对，因为婚姻的不幸，还有爱情的不甜蜜，来源于很多的原因，不仅仅是门当户对。比如我们刚刚说的教育的背景的问题，还有两个人是不是够相爱，能不能经得起一些考验。比如说类似于我们上一期发生的什么爱上朋友的朋友了，这种事情太多了。那不仅仅是单一的归结为是不是门当户对的问题。刚才你们讲的一些什么父母之间发生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好像是我小的时候看的一些童话小说里的一些有钱人家里的那个妈妈就是那个样子，很瞧不起普通人呐，很刁蛮呐等等。然后普通人呢，平民呢，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低人三等的感觉。我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不是这样的去衡量，不简单的用金钱去衡量啊，有很多的方式去衡量你的所谓的门当户对的标准，现在也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相爱的话，真的不要想那么多。如果想的太多的话，也许幸福就从你身边错过了。我最后提醒一件事情啊，我就不再辩了，我纯粹是根据这个刘思达的状态想讲的。我有一些杰出的朋友跟你的条件一样好，然后他们靠着自身的努力获得了别人的认可，他们嫁进了一个跟自己的社会地位很不同的家族里面去。他们当初怀抱着跟你一样的想法，觉得凭我自身的努力，我赚我自己的钱，我嫁进去之后，我一定会受到肯定，我不会受到公婆的歧视。好，他嫁进去之后呢，这些人嫁进去之后分别有一些不同的发生点啊，比方说你有妯娌啊，你有姑嫂。妯娌呢，比方说你嫁这个人的哥哥也娶了一个女的，可是他娶的是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啊，跟那家人地位非常的相似。然后呢，就发生了这个妯娌就整天在后面瞧不起他啊，就是这个妯娌本身常常就会挑战他的品味也好，挑战他对爸爸妈妈孝敬的程度也好。比方说现在过一个节日，这个嫂嫂，这个弟妹好了，这个弟妹拿出来的礼物是一份人参，然后你呢送出来的礼物可能比这差一截，所以那个压力会在。我不是要跟你讲说你不可以嫁进去，我绝对祝福你，随便你嫁。像那个小子他留澳的啊，留澳洲又自费飞到我们节目来参赛，就家里肯定不错的。所以可是那个送礼物的话，老公出钱就好了。所以就是说，先生应该要帮助弥平这件事情。对呀。可是他添了一些麻烦，我只是跟你说会有一些麻烦。我希望刘思达有心理准备，就有一天他凭着自身努力嫁进了豪门的时候，他要知道还是会有几根箭射在他的背上的，他就要有能力疗伤。我也帮你提醒刘思两句，你嫁进了门当户对的那家里头，也会有妯娌，也一样也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会发生，是一样的，一样。我也提醒你，我们这节目如果认同你这个标准，就是什么领域都有王八蛋，我们做到这一集就不能往下做。大家相爱就好了，所以说大家相爱就好了嘛。刘思达，我要提醒你两句。你以后再把你自己的故事搁到这个节目现场来，就会变成一个豪门恩怨的故事。好，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结果是60比40，正方胜3票。现在是反方将有1个人出局，反方3人分别是饼干、刘思达和潇潇，请3位写下你们的意见。我好后悔刚才没有说出重量级的那句话了。对，就是《红楼梦》啊，人人门当户对的《红楼梦》里，是吧？发生了多少烂事儿？我好后悔。现在英国皇室也不讲门当户对啊，对不对？一样的，很多平民啊什么的嫁入皇室。我居然没有把《红楼梦》说出来，票已经锁住了，2位爱讲多少就讲多少，尽管讲。
好，请每一位都扣下题板，然后康永哥先说说理由。现在我写在白板上这个名字是你们3个人当中的一位，然后我写下这个名字有点，我倒是觉得很艰难，因为其实你们3个都非常的有特色，都很棒。那我选这个人只是因为他的另外2个同伴很强，所以我只好写了这个名字。香香，特别不愿意干的事儿，知道。我退出行吗？那也说完了再退出。说完了还叫退出？把人得罪干净了再退出。我觉得每个辩手都很厉害，对，真的是有备而来的，每个人讲的都有理有据的。有的时候也会让我自己回去好好的深思一下。那刚才我讲了，在舞台上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气场，和你有没有把之前准备的东西很完美的在这个舞台上表现出来。那我觉得有一位选手可能相对于别的选手来说稍微弱了那么一点点，所以我就写下了他的名字。好，2位都已经说到了，一样。来，3位请亮题板。节目由波走寻常路的国民大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一定要下载爱奇艺视频看《奇葩说》呀！登录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榜，支持你的话题观点。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跟我们互动。微信添加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来，3位请亮题板。饼干和饼干。我觉得奇葩说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这个人说的东西让人觉得很意外，又觉得很好笑，然后那他可以。那像我这样的人的话，就是自己还真的是偶像包袱蛮重的，很多太下线的话我不愿意去做，那很多太攻击人的我自己不是这样性格，我做不到。那我们谢谢今天所有的到场的选手，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以及用各种终端来收看《奇葩说》的朋友们，谢谢2位团长，也谢谢香香。谢谢。关于你女儿的婚事，我们会记在心里的。好吧，这里是由不走寻常路的国民大品牌美特斯邦威赞助的《奇葩说》，同时我们要感谢喝了能活到99岁的莫斯利安酸奶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下期再见，拜拜。小松好玩的地方是在于他很惋惜，他有个好的论点没有发挥出来。我其实忘了说《红楼梦》了，因为《红楼梦》全体门当户对，但是其实也搞得一塌糊涂。我觉得做节目一定要大家投入情感，包括胜负心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才会把节目做得更好。Hello， 大家好。香香，这个节目是一个真实的、直接的、严肃的辩论节目。真的假的？严肃的辩论节目。不是你在这儿，我相信。对。可是你旁边的那位吧，我就有点，很严肃吗？小松。我很严肃啊。帮你热热身啊。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早晨起来发现自己是隐形的，你会做什么？我会跟踪我女儿，她现在上学前班嘛，我想去她学校，然后没有爸爸妈妈在，我的女儿是怎么跟她的同学相处的，我特别想知道，特别好奇。好，李湘的回答是多么正常啊！这个对，让女儿5岁的时候，她可以这样讲；女儿15岁的时候，最好就不要这样做，你会看到一些你无法承受的事情。艾丽。我特别想看一下那个高晓松老师的胸不是腰围是多少？腰围。那就不需要隐身才能看。对呀，随便上个游泳池、澡堂子哪是忽大忽小，就不知道到底是放。你知道，艾丽，这是一种魔法。当你具备了这种常人无法具备的魔法的时候，你居然只看他的腰。不是，你应该觉得特高兴啊！对啊，帅的一帅哥对你那么有兴趣。艾丽是一个艾丽是一个下回咱们澡堂子看啊，不用浪费这么好机会。这是一个很暧昧的勾引吗？那不是大澡堂。好吧，那我们要问一问小松了。杀人。杀谁呀？谁？贪官污吏、奸夫淫妇、知识分子，各种。这3种好像是一种人呢。对。如果我要是在现在能够隐形，我一定，我会恶作剧的。
啊，就我会忍不住的摸你老婆2下。这叫恶作剧啊？那和左手摸右手有什么区别？一定忍得住，一定忍得住，这是我一定忍得住的一项。老婆只等于左手，你这种话也说得出来。欢迎大家收看由不走寻常路的国民大品牌美特斯邦威特别大胆冠名播出的爱奇艺网络独播节目《奇葩说》。我们同时要感谢对我们节目进行大力支持的喝了就能活到，喝不到你，活得到也不见得喝得到的，叫莫斯利安光明酸奶，感谢他们。好，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今天参加我们这个严肃的辩论节目的6位选手。对不起，我就不一一介绍你们了，因为大家对你们都已经很熟悉，尤其是潇潇。我听说节目播出之后，今天现场有你的粉丝，谁是潇潇粉丝，请举手。哇！哎呀，是一只手就数得出来了。潇潇，你什么感受？我想说，这个社会真的怎么3观不正的人这么多啊？对呀。那我们今天场上6位选手，请看辩题。这个问题啊，名花虽有主，我来松松土啊。会不会被乱棍打死？因为小三那么好当呀。不会，闺蜜的男朋友是个雷区，我从来不会去接触。喜欢为什么不嘴？这个原则性问题，确实挺头疼的。除非你能够等别人分手之后，大家都是自由人，那也不一定男方会喜欢你啊。又不是什么犯法的事。那你要看那个男的对你什么态度？那就根本就不叫闺蜜了，好吗？只要他没有经过法律手续上承认他们是合法的关系的话，应该会去追吧。结婚就对，当然得追啦，可劲儿拆散他们。要是见一个爱一个的话，我只能说，呵呵，这会被拍死的。如果要是喜欢的话，我觉得那就努力在一起。但如果是爱的话，就会克制。爱上好朋友的恋人，我们是该追。这个题目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蛮好的，很适合3个贱人来发挥。我准备的关键昨天告诉你们了，我们就是要爱，就是要爱，就是要爱。这题他们3个都很，他们会讲得很有戏剧性。对，我们是就综艺咖呀，潇潇啊，刘思达，这次绝对不哭啊！只要你把颜如晶拿下就 OK 了。那我估计颜如晶多多少少都会被拿下。我觉得潇潇挺爱你的，如果他叫你宝贝，你也不要叫他宝贝。对啊。不要卡。他们现在按照自由意志已经选择了正反方，你们是正方，要追正方啊，就是如果你爱上了好朋友的恋人要追，那你们就是不要追，是吗？好，香香，你的立场会是什么？如果要是他们还没有结婚的话，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干嘛？追看。但是如果说他们已经要准备结婚了，感情很好，那我觉得就算了。对，所以这个意思是你是一个讲求效率的人，就是追看太麻烦就算了，是吧？不是，最重要是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对吧？人家都已经要结婚了，你去追什么追呀？万一追得到手呢？万一追得到手，我觉得这男人也别要了。他已经承诺要跟别人结婚了，对吧？你去追他，他追到了，那你还要他干嘛？保留论据，保留论据，你会参与到后面激烈的战争当中的。哎，对，你的意思是说要追。一般来说，我们的女神参与这个立场的，爱上好朋友的恋人。对对对，我觉得不追。哎，我们今天到底请了几个女神啊？为什么她是女神？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追，决定不追了。不追。好，我们全场观众，你们手边有红蓝2件，红键代表正方，选择要追；蓝键代表反方，不要追。来，请按键。压倒性，不要追你们！哇，不要追的人很多哦。4分75、74，好，5、4、3、2、1，刚好是3比1啊！两位队长，请选择你们的立场。我认为，如果是爱上，前提是这题面是爱上的，爱上。那还是追吧，而且我还是那原则，我老是要支持这人少的，因为他很容易涨1票嘛。啊，75票再涨的不太容易，对，所以
还是追吧。香香跟你说，那个我们就是25对75。当整个辩论结束的时候，如果是26比74，就26票那边赢。因为他成功的说动了一个人然后他们就分出了胜负，然后其中有一个人会被淘汰。淘汰的原则就是看他们的心情啊。那如果小松选择的是要追，那好吧，那康永你选吧。本来我肯定是站在小松的对立面的，可是今天这个比数甚为悬殊，要不要我跟小松全部都加入人数少的这边，看看能不能够？我觉得也是，两边全都正方。哎，谢谢。李湘这么厉害，已经加入了不要追。对呀，哎，所以我们俩就加入要追。OK， 你发现这是一个规则特别严密的现场，就是我们的规则就是2位队长要各选一方观点，然后经过刚才的那个选择之后，我们都各选了一方啊，这2方是一样的而已。好，那么今天2位队长都选择的是要追，而李湘选择的是不要追。我觉得你们导师啊特别的抱团，你知道吗？就完全欺负外来的，你们都变成一边的了，是吧？我站你这边。哎，行，我站你这边。好，咱们是哪边的？咱们是反方。这个是不要追这边的，是吧？好，那这样比较公平，是吧？这完全是一个昏官的典范。好，那既然咱们这边现在占优势，是，就让正方先说，可以吗？好，大家记住，目前是25比75，正方谁先说？我先说，来吧。哎，不用站到那儿吧，你就，哎呦，我还有3个粉丝呢，这边。张，触角管一边高一边低呢，故意的。一边是裙子，一边是裤，能不能让我开始？别再打扰他了，来，潇潇挺一下啊。好，酝酿好了，开始吧。大家好，我是潇潇。今天我们的观点是，爱上好朋友的恋人该追。其实说真的，光把这个辩题说出口，我都觉得自己挺不是个东西的。我相信，按照现场很多位朋友心目中的想法，剧情应该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爱上我好朋友的恋人，每天看着他们在旁边浓情蜜意，你浓我浓，我就像一朵羞答答的玫瑰，我静悄悄地开呀，等着有一天，他们携起手来走进婚姻的殿堂，我还要怀抱着一种祝福的心情，祝愿我的爱人和我的朋友可以白头到老。我就一个人背起行囊，远走他乡，去医疗我的情伤，并且祭奠这段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爱情。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故事特顺理成章，特别催人泪下，特别不可信，特别适合拍成电影？但是其实我就只有一个问题，凭什么呀？我招谁惹谁了呀？我爱上一个人是我控制得了的吗？是我想爱上他的吗？还不都怪丘比特那小王八蛋，他射哪儿不好，他射我身上。凭什么我还没有恋爱，我就要享受失恋？我怎么这么贱呢？所以今天现场的朋友们，你们要想想，如果有一天爱上好朋友恋人，这种惨绝人寰、倒了8辈子血霉的惊天悲剧发生到你的身上，你该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的观点并不是告诉大家，你看上了你好朋友的恋人，你就要臭不要脸，你就要横刀夺爱。而我们的观点是，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不管他是谁，请不要在第一时间关闭所有的可能性，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最后，我再来说说我为我个人心里的转变。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汉，你们知道我每个月我们家光卫生纸这一样开支就要花掉我多少钱吗？叫什么？是每天卸妆都要用卫生纸吧？用来拭去夜里孤独的泪水。作为一个已经单身了2年多、快3年的人来说，我再不恋爱，我真的就要变态了呀，朋友们。你还能怎么变呢？我真的不想一个人睡。我害怕一个人累，一个人睡，一个人哭笑，一个人陪。黑暗的夜，黑暗的天，黑暗的世界怎么飞？潇潇不错，潇潇不错，潇潇在现场有3个粉丝，你一共就说动了你的3个粉丝。
这边反方谁来说？来，王梅。刚才潇潇这个讲东西呢，我特别不同意。他说，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你都要追，你这叫做打着真爱名义的所谓真爱狗。大家自己想想看，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被啪啪啪打脸的次数还少吗？每个人都谈过恋爱吧？我们自己想一想，谈过的每一次恋爱中，哪一次我们不是像真爱狗一样眼巴巴的跟我们的每一位前男友、前女友们说，我是真的爱你，没有你我都不能想象我要怎么活下去。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觉得，活得还挺好，还不错。哪一次我们不是跟他说，我怎么能够想象你和别人在一起呀？现在觉得呢？幸好你跟别人在一起。以前我们都唱什么？唱可惜不是你。过了几年，你再在 KTV 唱什么？幸好不是你。所以说，你们这种真爱就是江浙沪包邮、买一送一的这种真爱，一点都不值钱。你们真爱来的频率就跟大姨妈的频率差不多。像这种跟大姨妈频率差不多的真爱，真不值得花上这么大的代价赌上你的江湖名声。你谈完这次之后，你的江湖名声就没了。你怎么在朋友圈混？我就是6个字：一不要脸，2划不来。经过王梅和潇潇的这一个回合之后，哎呦，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观众心肠铁石啊，反反复复就是2、3个人被说动，你们后面的人压力蛮大的。来，你刚开始。我爱上我好朋友的女人，我去追她，我没追到，我是个 loser， 而且我还失去了周围所有的朋友。但是我追到她了，我同样是个 loser。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被别人骂上我是一个不仁不义、禽兽不如的人。那我还那么贱的去做它干嘛呢？干嘛呢？因为这就是爱呀！这就是爱。张杰怎么唱的？这就是爱，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完了，好，谢谢。哎呀，饼干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一动都不动啊。花溪，好，你只要能扳回5、6票就赢了。我在想啊，潇潇是爱上他朋友的恋人，还是爱上他朋友的恋人？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好了。我有一个男性朋友，在和他女朋友1周年哦，交往1周年的，就是一个 party 上。被抓包，发现了什么？发现我那个男性朋友和他女朋友的闺蜜在厕所走廊里面拥吻，也是怪不会挑地方的。厕所人来人往，你们两个不知道换一个地方吗？被抓到之后呢，他们说啊喝醉了，好 whatever。但是女人这个东西很可怕，她发现了这个事情，她就要去调查个清楚。发现他们俩已经交往了3个多月了。哦。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爆出了那一句就是琼瑶剧的经典台词。我们俩是真爱，成全我们吧。于是我那个他的女朋友就是让他俩好了 ，OK 啊，正儿八经光明正大了之后却只好了2个月，说明什么？说明人性本贱，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但得到了的都骚不动。为了一个极其不专一、极其花心的男人，毁了自己的江湖名声，朋友一起，从此再也不可能被人当成好闺蜜。你们觉得值得吗？不值得的请投我们，谢谢。好。哎，你别说啊，花溪还是有些力量啊。23。哎，这种情况下咱俩就不用说了，你知道吗？不用说了，他们俩一认输，咱们就结束了。哎，20。我建议这期就录到这儿吧，要不？提早退堂啊！你今天特昏庸啊你！刘思达，最后的秘密武器，万众瞩目的那个校花。大家好，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刘思达，其实我是一个唯爱主义者，因为从小到大，我觉得我的生活里面没有了什么都可以，但是如果没有了爱，我真的会死的，活不下去。我们队的观点，2个队友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非常简单，只有一点，我只想告诉各位，如果你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不要管他是谁，如果你爱他，就请你勇敢地把你的这份爱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这里今天要做一件特别我从来没有做过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刘思达居然有一天会沦落到做这种事情的一个事情上来。什么呀？我今天要表白。哇！什么？要表白？要表白。有一个男孩，我们是录节目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干净，然后说话的时候爱举例子，没事爱说个1、2、3、4、5什么的。我当时居然没有觉得他很啰嗦，反而觉得他很可爱。
于是接下来我就开始尝试跟他接触，越接触我越觉得我好像真的很喜欢他。所以今天，在现场吗？对，在这里我想说，在现场吗？对，大家听我说完，大家听我说完，大家听我说完，安静听我说完。你要让我有点思想准备啊。其实今天做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因为我任性。更多的是，其实我真的很想在这个辩题上，通过我自己今天做的这么微小的一个举动，给那些和我一样心里有爱，但是真的是不敢说出来的男孩女孩们，鼓一个劲儿。那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个节目没错，就是《奇葩说》，而我说的这个男孩。哎，等一下，我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男生有女朋友，你这样表白合适吗？没关系，先表白完。他就是要用生命来证明这件事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来。其实表这个白在台下，我真的有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女朋友，或者他有没有喜欢的人，我心里很没底儿。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男孩自己心里应该也有数。你可以拒绝我，但是我想跟你在一起。刘思达，加油，佩服你。其实我还想说一句，真的，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经常上舞台，也经常录节目，我从来没有那么紧张过。但今天从开始来这个基地，我下午还去考了一趟考试，到回来我手心一直在冒汗，我特别紧张。一直到台前，我不停地唱歌，我说给自己分散一下注意力，因为我真的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差的女孩，身边也有很多男孩喜欢我，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去这么鼓起勇气去做一个那么冒险的事情，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点掌声，给我加一把油。这事儿也挺不容易的，但是呢，你看今天我做这方，所以说我不能让你赢啊，所以说我必须表达的观点是，你做哪一方有什么重要的？人家都用生命跟你表白了。听我说完，因为我坐在这边，我要证明的是他不能挖墙脚，所以说不能让你赢。我必须告诉你的事情是，我真的没有女朋友。但是后话是呢，这个不要听，太可怕了，太突然了，所以你们能把手拉在一起吗？我们他好像还有话要补充。张浩有话要说。我的意思是我这人也比较胆小，你知道吧？比较怕事儿大，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事儿太突然了。那我只能表达说，我们下台再接着吧，就是猜一下喽。游戏。我知道。哎，刘思达，我要是你，我就伸出一只手，我看看给他一大嘴巴，看看他敢不敢牵我的手。哎，那个包厢号，算了，说那么多都特麻烦。你喜欢他吗？你就说喜欢和不喜欢，只能两个答案 A 和 B， 喜欢还是不喜欢？喜欢一般。不喜欢，你选一个。不喜欢和一般的区别在哪儿啊？没区别，这有一点感觉。都太伤害人了，怎么问这种问题？哎，人家都向你表白了，你这男人一点行不行？什么情况啊你？说。我。说真的，包浆号。不想听了，好，请坐。好。各位大人，先不要生气啊。我来，包浆号过来。不是男人吗？我跟你讲，你刚才说现在如果仓促的回答这个问题有点不负责任，对不对？对。那我们各位大人，我们就豁免他这个责任吧，因为李湘想问的就是内心的感觉嘛，对，本能的回答就好了，对不对？对。所以不要负责任，就算你现在说了喜欢，然后所有看爱奇艺奇葩说的人都看见了，然后你过了1个礼拜，你觉得相处不来也没有关系，没有人要你负责，你就回答李湘刚才这个问题，你现在对这个人的感觉，你对刘思达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面对这种大胆又很漂亮的妹子，很难说不喜欢吧？那你就说呀！
快点说呀！就说呀。说呀，那就是喜欢了。好。这是一个什么节目？啊，叫做《西线无战事》啊，大家在战场上就谈起恋爱来了。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来，包浆浩，你请坐，你请坐。别忘了，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啊。好，也别忘了，我们是由不走寻常路的国民党。你现在还讲你是不是人啊？美特斯邦威，你们是不是人呢？这个时候要加广告。哎，等一下，怎么刚才这一段这个怎么呢？感情表白，我们的这个数据你看到没有？正方反方都快持平了，这个什么情况？这是啊？这个只说明我们现场的观众是一群善良的人，他们完全超脱在我们辩题的正反方之上，把票投给了刘思达，是这样吧？把票投给了勇敢爱，勇敢爱，思达，对。我们留给思达一点时间，万一下半场他有另外一个表白呢？你到底有没有把人家当回事啊你？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这还在辩论吗？对，在我们这个辩论的正反方里面，你们双方浓情蜜意，但是有一个被忽略且伤害的人，就是颜如晶。到现在他一句话还没轮得着说呢，我们让颜如晶来发表她的立场吧。加油啊！我是一个只有在辩论场上才会说话的人。可是今天好像不是去到奇葩说，不是，好像就来了一个告白的现场，弄到我完全不知道可以讲什么了。思达他跟包浆他告白，潇潇和饼干很开心的在旁边拍手。就很支持的思达告白。如果假设而已啊，真的是假设，没有任何意思的假设。潇潇在刚才他表白的时候，觉得包浆浩长得真不错，这样你是不是也追啊？你还可以说得出，我寂寞了3年呐，你要我再寂寞下去，我想跟包浆浩一起吗？等，给我讲完。我等了几个小时才讲话。是你们亲手帮思达铺的这条路，你们亲手斩断它，因为这时候你发现你自己也喜欢包浆浩。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别装，坐。所以我说了5次假设啊，是不是？所以，当你们觉得你们爱就要讲的时候，可是你们忘记了今天题目要我们重点是什么？好朋友。他在那个微信群里面告诉你这么多包浆浩的好处，不是让你喜欢上包浆浩的，是要告诉你让你教他怎么追包浆浩嘛，是不是？然后这时候你用自己的方法来追，哎，看来也没有什么效果。那就算了。微微，我想讲一个很简单的被忽略了第3方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辩题里面，好险包浆浩没有女朋友，可是假设包浆浩有女朋友的话，这段真爱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一个对隐了形的第3方，就是一个倒霉的女朋友的伤害。我想讲的是什么呢？是我知道真爱超级棒，没有一段感情在开始之前不觉得自己不是真爱的。好，这个时候要不要抢好朋友的伴侣？他面临的是什么问题？是这个好朋友他是没有罪的，他不会说被抢了之后就当这一切都没发生的。你默默走开 ，OK， 潇潇没问题，我承认独走天涯对你是一种伤害。不过那个被抛弃在家的是那个绿绿的
有王八之气的傻逼，他也不是不会受伤的。你们说结婚久了，就像左手摸右手，可是你把你的右手砍掉的时候，右手也会疼的。明白吗？所以今天各位观众，要不要追一个好朋友的恋人，不是只有你跟那个被你爱的人的事。有一个倒霉的人，他叫女朋友被追走的好朋友。你们不要每个人都幻想自己是罗密欧和朱丽叶，他们也是有未婚夫未婚妻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听了你们这一方讲的所有的事儿，都是说，好像这两个人直接通奸，把人家甩在一边儿。我们并没有说呀，我没有说我直接去找好朋友的恋人，我可以直接去找好朋友。如果我爱他的恋人的话，就刚才这首诗，我绿绿的来，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不带走一片青苔。他爱上了王庚，王庚是他好朋友，对，的老婆陆小曼，他直接找的是王庚。他找到王庚说咱俩是好朋友，他俩还给王庚写封信，俩人都是留英留美的。王庚是西点军校的，而且王庚还是西点军校的，是少将啊。徐志摩说：“我一文弱书生，我直接找你，要不然你把我毙了吧，我就爱你陆小曼，怎么办吧？”就写信给王庚，拿英文写信，王庚也拿英文回信，最后大家坐在一起吃饭。王庚自己最后说：“我退出，因为这样的话我更痛苦，对吗？那我这样退出，我就一句话，徐志摩，你一定要对陆小曼好。那徐志摩一直到死，一直对陆小曼都很好，对吗？王庚3人，徐志摩死是为了徐志摩为了陆小曼死的呀？不是，他是为了看林徽因。他是看林徽因了。为什么要去看林徽因？他是为了陆小曼两边跑在教书。当然那天晚上正好是林徽因有一个演讲，但是他跟林徽因早已经转成友谊，那个是为了陆小曼在奔波的日子里。好，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个严肃的辩论节目的现场。思达，他们这好多思达。我现在再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如果你要不要追的问题，是你真的会爱上好朋友的恋人吗？爱上好朋友恋人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可能内心的底线相对来说低一点，连好朋友的恋人都能爱上。对于这样没有什么特别高的底线的人呢，他会逢人便讲，哎呀，最近好烦呢。他会和另外的人说，最近好烦。他说怎么了？哎呀，有喜欢的人，但是，哎，别拧，别拧，说别拧。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这感觉，懂吗？哎呀，但是她还有男朋友。你乐什么？你干嘛？看我真的是我。就是他的女朋友呢，还是我好朋友，他会成天磨叽这种事儿。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朋友而言呢，他喜欢上他的好朋友的恋人是非常容易被发现的。所以他如果不追的话，大家会说他只是一个不要脸的贱人。所以他要追的话呢，就像我们3个队员说的，大胆去爱。好，谢谢思达。OK， 我们到最后要到了总结发言的时候了。鉴于今天2位队长非常很奇怪的团结一致到一个方面，我们请他们2位来做总结发言，好吧？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你爱上一个人，无论你选择跟自己的哥们儿去表白，还是去跟那个爱人去表白，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爱是人中最珍贵、最珍贵的东西，你连爱都能拒绝，都能忍得住，这个人还能交朋友吗？那他如果能爱都忍得住，他友谊他更能忍得住，对吗？康勇，我的立场是，当然今天双方辩友都以生命在辩论，对，所以事情变得很沉重。可是我想要提醒一个轻松一点的角度，就是可能现在友谊这件事情被包装的非常的华丽跟高贵啊。如果等到渐渐大家交的朋友多了，人生历练的阶段多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现在的这个好朋友，比方说你们现在在学校里面的生死之交的好朋友，等到毕业之后渐渐走得远了，就疏远了啊，就你自然会有另外一批好朋友出现，然后另外一批好朋友呢，也许是你上班的时候陪你每天下班去喝酒的好朋友，这群好朋友等你换一家公司呢，也疏远了。人生的每一个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好朋友，所以不要把友谊放到那么不可思议的一个高度去。那相对来讲呢，我觉得好朋友是什么啊？好朋友就是把好东西带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的人。好朋友可能会把好的财富、好的机缘带到我们的生命。
好朋友如果把一次好的缘分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不一定要拒绝啊。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就站在正方，觉得可以追，就是好朋友未必会持续那么久，爱情也未必会持续那么久，所以都不要把话说死，不要那么苦的把自己先上了一个手铐，然后想说他是好朋友的另一半，所以我就不可以表白，不应该抹杀这样的机会。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人是有一个道德的标准的。我特别鼓励有爱就说出来啊！人生在世本来时间就很短，大概3万天左右。如果你好不容易碰到你喜爱的人，为什么不说出来？为什么不大胆地表达出来？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不是为自己活的，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你也会得到幸福。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记得按键哟。我作为议长是不能有立场的，但今天出了一点变化，所以我在不要追的这一方，我只想告诉那个变了的人，就是开始75，现在你变了74的那一个人，和你前后左右的几个人，我请你们吃饭。其他人，香香是特别善良的人，我是一个特别实际的人。我实际的是这么计算这个事儿的：爱上好朋友的恋人要不要追？我知道你爱上他了，你很苦，但是你追会有如下的可能性：第一，你追被拒绝，失去了你爱的人，也失去了你的朋友；第二，你追被接受，你压力会更大，同时失去了你的好朋友；第三，你不追会怎么样？你又输一票了。哦，我知道。如果你不追，如果命中注定你们2个在一起，他会来追你，静静的等，属于你的爱情一定会到来的。好。这种廉价的心灵鸡汤居然还能获得，这纯属心灵鸡汤，就是你什么都别干，都会来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爱情会来的，好朋友会跟你好一辈子的。我说完了。议长大人啊，要锁票了。锁票了啊？啊，没有吧？锁票了？不会吧？就这样了？锁票了，议长大人。好吧，最后一次选择，想想你的立场，做出最后的选择。5、4、3、2、1，正方胜。输的心服口服，一点都不服。本方3个选手，花溪、王梅和颜如晶，3个人当中将有1个人被淘汰。哇！请2位团长太坏了，和号吧，他都有女神啊，在3个人当中写下你认为谁该被淘汰。淘汰包厢号。他都有对象了。每个人写1个是吗？只能写1个。很难吗？我很难呐，我来想一想。5，写完扣过来啊。5、4、3、2、1，扣起来，扣起来。好啊，好，扣起来，扣起来之后，请3位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选择了这个人。鉴于他刚才那么艰难，我觉得大家不要让他先来那个，来你说吧。那个，我说说我的这个为什么选他吧。因为我参考了一下2位老师的这个意见啊，我偷瞄了一下，因为这个节目做这么久，他们对这些选手应该是非常熟悉了解的。我也就刚刚听了一点，所以如果我做一个这样的判断，我觉得不公平，所以我大概看了一下。
对康永哥和小松的，对，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好，以后选了一个人，绝对不能跟你玩牌，这还了得？哎，这个玩牌是两码事儿，好吧？啊，好，选择的是王梅，来，小松。我觉得今天这个辩题对于缺乏恋爱实践经验的选手是比较吃亏的。这个，所以我选了颜如晶。选了晶。康永兄，李湘刚才讲的很对，就是我们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多了一点嘛，然后我很深切的感受到，《奇葩说》就完全不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它的精神就是在于我们会被这些选手所打动。是的，所以越是谨守本分的，根据论点来申诉的人，跟其他本性流露，用生命在辩论的人，两个状态不一样。